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接下来命运给你们的指引，包括接下来天意的安排是怎样的。那么在我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2，这个天意的安排或者说命中注定的事情呢，是你们接下来的人生会出现一个分岔路口。而且我觉得这个选择它并不是你们谋划已久的，它是因为某种突然的环境变化，或者说某件预期之外的事情的发生，你们会感觉自己好像在命运的裹挟下被迫的突然的要做出一个选择。而且这张牌也暗示了你们的人生和绝大多数人的人生可能都不太一样。这个宝剑2给我一种另辟蹊径的感觉，就是说你们人生的这个分岔路口反而会把你们引入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引入到一个未知的人生。它是有一点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感觉，就是这个天意的安排让你们被迫的做出一个选择，但是等你们事后才能够发现，原来这个选择它对你们的人生发展是有利的，它加速了你们人生的进程。所以说当命运把某种选择呈现在你们面前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啊，不要恐惧，也不要犹豫，你们不需要纠结，你们的心会告诉你们答案。其实你们知道应该怎么走，这个选择的到来你们也早有预感，只不过你们可能一直没有下一个很笃定的决心。所以说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出现的一些人，都是在给你们这样的一种信号，就是你们即将要做出那个选择和决定了。所以说这组牌我觉得很强烈的一种感觉，就是命运在推着你们往前走，甚至是接下来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间节点了。但是请你们放心啊，这个选择它对你们是有利的，一种新的人生可能性正在向你们飞奔而来，不要错过它，抓住它。而第2张牌呢，权杖7，这种天意的安排，我觉得可能是你们不会再选择一种逆来顺受的生活方式，不再委屈自己，不会再顺从和依附，而是拥有一种能够对抗某种权威的勇气，或者说能够掀桌子的勇气。他是敢于去反抗，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的一种能力。我觉得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在天意的安排下，你们会去做出某种决定啊，这个决定或者说这个选择可能会让你们遭受到周围人的反对，或者说你们身边的人会认为你们很疯狂，但是反对的人越多，就越能证明你们自身决定的正确性啊，它是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就真理它一定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所以这张牌我看到的就是你们似乎是在对抗着什么，可能是在对抗着某种世俗的传统的压力，对抗着某种约定俗成的规则，也可能是在努力的对抗着一种重复而单调的生活。那么这个宝剑8呢，这个权杖7，它其实就是让你们坚持你们所坚持的，它是有一种和世界为敌的倔强，死磕到底。但是这条路走到后面才能够豁然开朗，就是这条路一开始会很难走，绝大部分人都会放弃，但是只要你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你们就会成为那个赢家。这张牌其实也暗示着时间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是你们的朋友。我看到的是一种斗争的精神啊，和权威去做对抗，然后选择按照自己的方式活出你们的一生。所以这张牌我看到了一种很宝贵的特质，就是说你们会放弃那种短期的利益和享受，追寻某种长期价值啊。你们的这种一意孤行，它就是天意的安排。你们属于那种后半程发力的大器晚成的类型啊。你们的人生道路一开始会非常的狭窄，但是越走到后面就越发的宽阔。从开始的一个独木桥变成一个分岔路口，再由一个分岔路口衍生出更多的可能性，最后你们会来到人生的一片旷野上，得到你们真正的梦寐以求的自由。第3张牌宝剑8，这张牌呢，天意的安排就是你们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可能会不可避免的被困住、被束缚，有一种枷锁会绑住你们，但是这种束缚和困境会磨练你们的心性，
你们可能会在一个看似无法逃离的地方啊，曾经放逐过自己，任由自己沉沦。但是最终天意和命运会给你们的人生打开一扇门，会让你们找到一个出口，会显化出一个能够离开的机会，重新开始。所以千万不要在你们被困住的时候自我驯化，你们要告诉自己啊，你们并非池中之物，你们要告诉自己，你们值得更好的，你们会拥有更好的，这样才能够在命运为你们显化出那个机会的面前勇敢地抓住它，从而摆脱生命的牢笼。所以说这张牌其实就是想要提醒你们，不要自我矮化，也不要自我打压。就是你们现在的不如意，其实并不是因为你们自身所造成的，而是因为一种大环境的对你们的一种压制啊。你们要有一种心气，要有一种野心。就只要你们的意志足够坚定，命运才能够为你们显化出那个能够逃离是非之地的机会。这其实也是命运对你们的一种历练和试验，你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宇宙的安排。那么这个权杖侍卫呢，它就暗示着你们在接下来会拥有再来一次的机会，从头开始啊！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权杖侍卫给我的感觉就是命运在给你们重新洗牌，你们有机会重新出牌，你们拥有能够重来一次的机会，某条路再走一遍，某个选择再做一次，某段关系重新开始。就好像是一个游戏人物重新回到了存档点，重新开始。这个时候你们会带着过去的那些经验和教训，不会让自己的未来重蹈覆辙。你们的命运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潜移默化的发生改变。而权杖一呢，就暗示着在接下来的3到6个月之内啊，这个命运和天意的安排会让你们的人生出现一个不大不小的机会，类似于你们会收到某种邀请，某个人会向你们抛来橄榄枝。当你们收到邀请的时候，这意味的是前方的道路的障碍已经被清扫完毕，你们可以进入到人生的新的篇章了。所以说这个邀请啊，它可能是某种通行证、录取证书，或者说在竞争当中取得了先发优势，从而脱颖而出。那么这个 expansion 啊，这张牌我觉得就注定你们会走出一个收缩的周期，重新迎来一个人生的新的扩张。这个 expansion 带来的扩张可能是影响力的扩张，人际关系网的扩张，也可能是你们自身活动范围的一个扩张。你们会去到新环境，来到一个更大的城市、更大的舞台上。这个扩张也是你们所支配的资源数量会得到一个巨大的提升。这个扩张明显会给你们的人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让你们去拥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说你们觉得当下非常的难熬、难以为继，这其实也意味的是你们人生正处在一个极致收缩的尾端。因为当事情发展到一个极端的时候，必然会向着另一个极端猛烈的反弹，意味的是熬过这3个月，你们即将进入到一个扩张的上行周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啊。那么在第2组牌里边呢，我觉得近期这个天意的安排或者说宇宙的指引啊，那么这组牌的主题是一个 partnership 啊，就是你们在人际关系上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啊，可能是会有良缘或者说贵人出现。因为在这组牌里边我看到了2个人啊，一个是男性贵人，一个是女性贵人。那么这意味的是你们近期很有可能要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那么这些人的出现本质上都是服务于你们人生当中那些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和时刻的。星币3呢，你们可能会在一个活动当中，或者说一个很正式的商业场合上认识到这个人，因为你们接下来会和这个人有一个正式的商业层面的合作。那么这个人的身份呢，他可能会在你们的生命当中扮演2种可能的角色，有可能是良缘，也有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商业上面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可能是主导一个项目的，他是一个领导者和决策者。所以说你们和这个人有一种事业或者说学业上面的合作和交集都有可能。而且星币7代表的是这个人之所以对你们很重要，是因为他的身上有非常多值得你们去学习的品质。这些星币啊，可能就是在这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种个人的经历、认知思维以及良好的一些品质和美德。那么这个人身上呢，有着一种土象特质所特有的坚韧。你们会就是说因为他的土象能量比较重啊，可能是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
所以说在感情里边呢，他们属于那种比较能沉得住气的，就是比较慢热，不怎么说话，惜字如金，但是每一句话都很有分量，并且呢做的比说的多，这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就是会非常的实际啊，脚踏实地，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个人身上的这种沉稳的特质是你们所仰慕的，或者说是你们能够学习到的。这个人之所以很重要啊，之所以是天意安排，是因为权杖国王他能够给你们的生活带来某种期待啊，他是火象和土象的这样的一个结合体，就是他们的身上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并且他们的这种特质会让他们成为一个领导者，或者说他们会在你们和他们合作的过程当中引领你们，成为你们的灯塔，给到你们一些指引。你们会在和他合作的过程当中学到很多的东西啊。这个人身上的一个很宝贵的特质就是他们有着非常稳定的精神内核，不会轻易的动摇。所以说这个人他会给你们一种很强烈的安全感吧。从牌面上来看，这个人他可能偏向于是一个男性啊，拥有稳定的精神内核和资源，大概率是在事业上面认识到的一个人，能够帮助到你们很多。你可以把他看作是一个引路人，会给到你们一些人生方向上的指引，或者说思维层面的改变。你们近期可能会和他有一个非常深度的沟通交流，或者说合作会落地。那么这个 partnership 它本身就是一种合作关系，当然这个友情、亲情、爱情它都可以统称为一个 partnership。那么在这组牌里边还有一个贵人，就是这个 The Empress 女皇啊，女性贵人。从牌面上来看的话，她是非常优雅且松弛的，拥有大量的这种物质层面的资源，或者说强大的人际关系网。因为女皇本身就是一个资源的聚集者、掌控者和拥有者，他们的情商会很高啊，善于沟通啊，长袖善舞的感觉，就是很擅长处理人际关系。可能你们能够从她的身上学习到一些人情世故，怎么去维护人际关系，怎么去沟通，或者说他可能会把他们所拥有的这种人际关系过渡到你们这里啊，就是通过他的人际关系网来帮助你们实现某种目的。你们会从他的身上得到某种支持吧，因为这个圣杯六啊，它是一种传承啊，我觉得可能他们会帮到你们，是因为他们也能够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某种很宝贵的特质、价值和潜力。你们会得到他的支持啊，他们可能会把某种东西传承给你们，或者说赠予你们某种很重要的东西。你们能够从他的身上得到一种力量感吧，就是能够帮助到你们做出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啊。你们需要某个人在背后推着你们，才能够做出那个决定。我觉得你们能够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母性的力量，它是一种舒缓的、温和的、不尖锐的、没有棱角的一种情感疗愈吧。那么愚人的话呢，我觉得就是你们在他的身上，或者说在他的身边，你们是能够完全做自己的，就像这个愚人一样，你们能够真正意义上的去展示自己，不需要去修饰什么。我觉得可能愚人也是因为你们在他的鼓励之下，去打算开始要决定去追寻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梦想。你们会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关注自己，提升自己，会开始学着好好照顾自己。对，并且你们未来也会成为这个女皇，她就是你们未来人生的一个标杆啊。会受到这个人的影响，会受到这个人的能量的一种滋养，会逐渐的开始变得自信起来，会开始做出一些行动去改善自己的外在形象。所以说近期这两个人会给到你们很重要的影响，这意味的是你们来到了一个新旧交接的时刻，会成为一股异军突起的新生力量啊，去开启新的人生，做出全新的决定啊。而且因为这个愚人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会经历一种转变吧，从愚人变成女皇。因为这个愚人身上我看到了一种非常宝贵的特质，就是你们有一种未经世俗污染的生命力。即使你们身边的人都在慢慢的向世俗妥协，慢慢的向现实低头，但是你们依然坚守着某种很宝贵的东西。那么你们会在这两个贵人的影响、鼓励之下，拥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会尝试着去自己成全自己，自己成就自己，最终成为你们自己完整的自己。
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那么第三组牌呢，关于天意的安排或者说宇宙的指引啊，它更像是在给你们传达一种信号。这种信号就是天无绝人之路，对于你们的命运的剧本啊，可能会经历一次巨大的转折，有一种起死回生的感觉。因为我们抽到了这张 The Death 死亡牌，还有就是这个 The Tower 高塔，就是你们的人生当中啊，会经历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创伤或者说巨大的挫折。但是这组牌给我的一种强烈的感受就是，你们很有可能会成为那种受伤的疗愈者，或者说受伤的疗愈师，因为你们曾经经历过苦难，所以说你们会对苦难感同身受。那么这些伤痛会成为你们的智慧、灵感和治愈力量的源泉。这些创伤和痛苦啊，它会经历一种转化，并且最终你们会超越这种痛苦，然后你们会被引导着走上一条为他人疗伤的这样的一种人生旅程啊。似乎创伤本身它就会让你们经历一次内省的旅程，而这一次的旅程又会使得你们所经历的那种创伤转化。所以这组牌呢，可能说天意的安排或者说命运的指引吧，会让你们最终成为一个类似于精神导师或者说精神层面的疗愈者。你们自身的人生经历也会成为你们的宝贵的财富。权杖5啊，你们会经历一个混沌和混乱的周期啊，并且在这个混沌和混乱的周期当中，你们会带着伤痕前行，然后摆脱某种依赖，实现独立。所以说你们的人生必然会经历某种苦难，某个人的离开，或者说某件事情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但是却遭遇了类似于滑铁卢一般的失败。可能这个时候你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让自己长时间的躲在一个别人看不到你们的角落里边。但这组牌的特别之处在于，你们并不平凡也不平庸，它是有一种成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这种考验之后，只要你们拥有一种坚韧不拔的志向，那么你们就能够在废墟之中再一次的崛起。所以说在你们的这个命运的剧本里边，你们在成功之前会经历一次或者说几次的失败。那么这个星币女皇啊，我觉得就意味的是你们的命运会在后半程开始发力，因为星币本身它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质，一开始比较慢，后面会越来越快。星币呢，土象特质它本身就是一种积累啊，量变产生质变，你们的人生会在接下来有一个突变，或者说出现一个变盘点。那么这个所以说这个星币女皇的话，我觉得你们在人生的某个方向上可能会突然的加速啊，或者说阴差阳错的走上另一条路，会找到一条适合你们的方向，然后彻底的释放你们的天赋和潜力啊。我觉得星币女皇本身也透露出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很独特的气质吧，就是你们会因为自己的低调总是不被看好，当别人认为你们是软柿子可以随意拿捏的时候，你们又会拿出一个强有力的结果予以回击来证明你们的实力啊。所以说星币女皇的身上啊，有一种非常坚韧的特质，你们总是能够以弱胜强，4两拨千斤。它是有一种看起来虽然很笨拙，但是你们一直在坚持着自我，做着正确的事情。所以说宝剑骑士啊，你们在接下来的人生的某个时刻会对人生进行一个重新的修正，重新对于某个目标开始发起进击和冲锋，会开始在自己的道路上狂奔啊。这一次的我看到了你们足够的决心啊，因为你们会发誓不再让过去犯过的错误重蹈覆辙。权杖6呢，就暗示着你们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的前方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功在等着你们。但是呢，我觉得在这组牌里边，命运想要告诉你们，不要因为一个周期的挫折就躺平，因为智慧往往是跨代际的，一步好棋是只能够让你们有好的下一手、下一手，一个好的决策是能够让你们拥有更好的下一个选择权。但是人生的路是很漫长的，所以说没有必要在局部孤注一掷之后一蹶不振啊，一城一池的得失未必会影响你们的全局啊。所以说如果你们暂时的失败，不要害怕，把这种失败搁置，保存实力，然后耐心的等待你们属于你们的机会再次到来，重新开始。
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什么？你们在苦难当中会找到属于自己的绽放的方式，你们会在下一个清晨当中得到重生，从头再来。所以说权杖六，我觉得它是你们在人生的某个方向上面啊，经历了某种打击之后，依然能够重整自我，再次发起挑战，最终身骑白马，站在人群当中啊，站在舞台的中心，接受属于你们的掌声、欢呼还有荣誉啊。权杖六本身它就是得偿所愿，是命运给你们的礼物和馈赠。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